江澄哼笑一声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下次你去花天酒地可要听仔细了，少在那一天到晚听闲话。”这话说的，一点有用的信息也没透露，却结结实实的勾起了魏无羡的好奇心。难不成10几年过去，他在市井里的风评也好转了？思及自己强抢民女练邪术，偷来童子练凶师的传闻，还有此番外出收到的夷陵老祖镇恶图，魏无羡摇摇头，想来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江澄多半是骗他玩的。花宴持续4个时辰，从午间一直到深夜。待到宴席结束，宾客纷纷御剑回府，金光瑶送走了最后一个家主，靠在大殿的一角小休片刻。自金光善去世之后，金子轩待他不薄，也从未怀疑过他的忠心。当年阿松惨遭毒手，金子轩毫不犹豫地连根拔除了庭山，何事给他报仇。江厌离对他夫妻2人更是照顾有加，从不允许任何人说他的闲话。但与此同时，金子轩交给他许多重要事务，却也不会吝啬要他去做一些乱七八糟的琐事。他是家臣，金子轩视为理所当然，金光瑶对此心知肚明。夜色已经很深了，江厌离早早的就在金子轩的催促下回了主殿。魏无羡硬是撑到了花宴的周末，才和江澄一起消失在后花园里。而金子轩站在大殿门口，象征性的寒暄片刻，便把事务全交给了金光瑶。此时，金光瑶背靠大殿冰凉而华美的墙壁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魏无羡把陈情在2指之间转得飞起，单手托腮，百无聊赖地看着苏舍被金子轩折腾得死去活来。准确地说，是被金子轩和江澄一起折腾的死去活来。究竟是谁教你这写法的？说。江澄手里的紫电噼里啪啦闪着电光，看起来骇人的要命。想来做家主这么多年，他也没少做过这种审讯逼供的事，看起来已经相当娴熟了。苏舍自知一切败露，掩饰无用，撒谎更是无用，可他看着3毒圣手还有当今仙都对他恨之入骨又拿他没办法的样子，就觉得一阵爽快，连疼痛也没那么要紧了。他吐了一口血，大笑道：“这还需要人教吗？江宗主不过如此，我自然是自己摸索出来的。”金子轩气笑：“我和你什么仇什么怨？你要对我下如此恶毒的邪术？”苏舍道：“都说仙都阁下记性不好，果然是真的。您自己做过的事，自己倒忘得一干二净了，叫我们这些小人物平白受辱。”金子轩道：“一派胡言，我能和你有什么过节？”苏舍恶狠狠道：“什么过节？那可太多了。但是我向您行礼，而您带着那副高高在上的神情，随便给我们个反应，就不止数10次。更别提你在各种宴会对我莫陵苏氏百般打压，与姑苏兰氏勾结在一起，唯恐我们这些新型世家上位，好遮掩了您的荣光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何曾打压过莫陵苏氏？”金子轩面上嫌恶又轻蔑，像看着什么脏东西一般看向苏舍。苏舍却仰头大笑，被嘴里的血呛的一阵咳嗽，道：“对，就是这副模样。您平常可不就是这么看我们的吗？在您眼里，我们都不过是一堆垃圾罢了。”江澄抬手又给了他一鞭，苏舍被这一鞭打得整个人向一侧一歪，嘴里张狂又巅峰的笑却没有停下。魏无羡撑着身子站起来，懒洋洋地走到苏舍面前，静静地与他对视片刻，忽而抬起腿，在苏舍的脑侧狠狠地踹了一脚。这一下结结实实地打断了苏舍的狂笑，甚至踹断了几颗牙齿。他道：“苏敏善，你说说你自己，你弃金子勋目中无人，弃寒光君甲清高，又弃金宗主高高在上，你管得也太宽了吧？”苏舍低头把碎掉的牙吐出来，嘶哑道：“关你什么事？夷陵老祖，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吗？做尽了坏事，你死得好，罪有应得，大快人心。”紫电银光大现，江澄立刻又给他一鞭，留下极重的一道鞭痕。魏无羡按住江澄的手，道：“你也不必在这里激怒我们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好笑得很，事到如今，他还怕被人这么骂几句吗？金子勋已死，千疮百孔，已无可救。单提你给金子轩送的这块邪玉，想必你也知道如何才能解开。邪玉一解，共有2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下咒人亲自碎玉，但这样一来，邪祟纠缠的对象便会反噬到下咒人身上。
第二个方法便直白得很，下咒人身死魂散，咒不攻自破。魏无羡道：想活还是想死，你自己挑一个吧。苏舍冷笑道：有区别吗？魏无羡道：怎么没有区别？一个是苟且偷生一段时间，被邪祟所杀，大概还能个全尸。如果你不自费灵力，大抵还能活得更久。另一个是立刻被我们杀死，你猜你会是什么模样？苏舍打了一个冷战。是了，站在他面前的，一个曾经间接被他害死，另一个正被他下了恶咒，还有一个与这二人情同手足。这三个人都对他恨之入骨，恐怕将他挫骨扒皮也是做得出来的。苏舍道：魏无羡伸出一只手，道：且慢，我想起一件事，你这么恨韩光君，为何从未对他下过手？